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有句话说“无变一身轻”，这是说人只有每天及时排便，把身体的糟粕排出来后，才会感到身体轻松。的确也是，排便前和排便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排便不正常的人还是非常多的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天然泻药，无论你是湿热便秘、气虚便秘、阴虚便秘都可以用。这个泻药就是我们手上三焦经的支沟穴，它在手背腕横纹，腕横纹正中直上四横指，在两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就是支沟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可以用拇指点油，左右穴各10到20分钟，这样就能加强大肠的传导功能。它还能加强身体的气血运行，起到强健身体的作用，是一个既能通又能补的好方法。排便不畅的要多用这个穴位，这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天然泻药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有句话说“无便一身轻”，这是说人只有每天及时排便，把身体的糟粕排出来后，才会感觉到身体轻松。的确也是，每天都能顺利排便的人会很健康，但是便秘的人还是非常多的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天然泻药，尤其对气虚便秘作用明显。这个穴位就是我们三焦经上的支沟穴。这个穴位它在手背，腕横纹上3寸，就是四横指处两个骨头之间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可以用拇指点油，左右手的支沟穴各点油10分钟，坚持这样按，能加强大肠的传导功能，还能加强身体的气血运行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。这是一个既能通又能补的方法，便秘的朋友可以试试。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春节期间，大家吃煎炸、油腻的食物多，所以不管大人还是小孩，都容易便秘。便秘会让人很不舒服，特别是老人家，随着身体的衰老，身体机能的降低，排便的能力也下降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是专门对付便秘的。这个穴位就是手指上的商阳穴，它被称为人体自带的开塞露。下面我带大家找到商阳穴，它位于我们食指末端的桡侧，距指甲0.1寸的位置，这里就是商阳穴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开始点按，用我们的指甲来按，按到有酸痛的感觉，效果才会明显。好，就这样子点按。当感觉便秘难受的时候，就开始点按。点按的时候要用力，连续点按5分钟，左右手都要做，很快就会有效果，帮助排出肠道宿便。肠胃好了，排便自然顺畅。但是点按商阳穴对气虚的便秘没有效果，气虚便秘要找支沟穴效果才明显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对气虚便秘非常管用的穴位，它就是我们手上的支沟穴。它被称为人体自带的天然泻药。支沟穴属于手少阳三焦经，也是三焦经五腧穴的经穴，五行属火。下面我带大家找到这个穴位。我们先找到腕背横纹。支沟穴在腕背横纹正中向3寸处，也就是4横指。2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就是支沟穴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支沟穴是双侧穴，左右手各一穴。找到位置，可以用拇指点揉，左右穴各点揉10分钟。坚持这样点按，能加强大肠的传导功能，还能加强身体的气血运行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。这是一个既能通又能补的方法，便秘的朋友可以试试。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气血不足容易带来排便不畅，这个也叫虚性便秘，所以在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。我们的脚上有个穴位对虚性便秘有很好的保健作用，就是肾经上的照海穴。下面我带大家找这个穴位，在我们脚内侧内踝尖垂直向下推到下缘凹陷处，按压有酸痛感就是照海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可以左右穴同时点揉，用拇指稍稍用力点揉，每次5分钟。在点揉的时候要闭口不言，精神要专注。按中穴位，我们口中唾液会慢慢增多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口舌生津了，就慢慢吞下去。刺激照海穴有滋肾、清热、通调三焦之功。我们常常点揉照海穴，可以调阴宁神、通调二便。虚性便秘的，每日做3次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很多人有便秘的，特别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，身体机能慢慢衰退了，更容易有便秘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排便穴，它就是商阳穴。商阳穴被称为人体自带的开塞露。下面我带大家找这个穴位，这是食指末端的桡侧，距指甲角0.1寸处的位置。这个就是找到位置，就像我这样点按商阳穴，用指甲来按，要用力按，按到有痛感，或者用输穴木来按也行，一定要按到有酸痛的感觉，效果才会明显。便秘的朋友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多按按这个自带的开塞露，每次点按3到5分钟，或者便秘难受的时候就马上连续点按几分钟，左右手都要按，帮助身体排出宿便通肠。有些人的便秘是气虚引起的，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却拉不出来，这种是气虚引起的便秘，点按商阳穴没有作用，这个时候应该点按支沟穴作用才好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过年期间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很容易导致排便不正常、上火、腹胀、嗳气等等。今天分享一个畅通大肠经的方法，帮助我们疏通淤堵，促进排便。大肠经从食指上的商阳穴开始，然后到2剑、3剑、合谷，一直沿着手臂外侧往上，结束于迎香穴。我们借助经络拍，从手指开始，慢慢往上拍打，一直抄到肩膀处，然后再回来，
每条手臂敲打5分钟左右。拍打时遇到特别疼痛的地方，一定要多去拍打一会儿，把这个地方的气血打通了。清晨5点到7点正是大肠经当值，大肠经精气最旺盛，最好在这个时间段拍打，可以更好的消除肠火，促进排泄。特别是平时容易口干上火、排便不正常、腹胀的人，最好每天敲打大肠经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坚持晨起揉腹，两手叠放在肚脐上，顺时针方向旋转按揉，慢慢扩大到整个腹部，一直揉5分钟，可以激发大肠经精气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增强肠道的排泄功能。大家好，脾胃差、湿气重、肚子大、排便困难，跟着我做3个动作：健脾胃、除湿气、减肚子，轻松通便。可以把这个视频点收藏、点分享出去。下面跟着我一起做。第一个动作，拍打腹股沟。腹股沟也叫臂窝，脾有邪，其气聚于两臂，疏通这里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的脾胃功能。我们可以用空心掌来拍打。我们现在开始，就这样拍打。刚开始的力度，一开始不要太大。拍打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双脚打开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拍打到整个腹股沟了。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都经过腹股沟这个位置。脾胃弱，消化功能不好，坚持疏通这里，我们的脾胃功能好了，湿气自然就会小。如果这里比较淤堵，会有很多的经结，这里也会比较绷紧，一定要坚持疏通开。第2步，敲带脉。我们人体只有一条经络是横着的，就是带脉。它在我们腰腹间的一条横脉，也就是我们肚脐水平的一圈，拍打这里就可以了。那么敲打带脉，我们可以用空心拳，好，从肚脐这里往两侧敲，一定要敲到侧面，因为侧面是带脉穴的所在，要重点的疏通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后。要再从后又回来，就这样敲回来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敲打。腹部赘肉多，肠胃蠕动慢，消化吸收差，有便秘困扰，坚持敲带脉就对了。但是女性在经期、孕期就应该停止敲打了。大家在敲的时候，肚子要放松，不要绷得太紧，呼吸自然就可以。好，就这样自然放松的敲，力度要适中，我们不要一上来就用很大的力气敲，要循序渐进加力，慢慢的做。坚持敲带脉是很好的。好处是非常多，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去做。第3个动作就是捉带脉上的赘肉，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就好像捉东西一样啊，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捏着腹部的这些赘肉，然后稍稍用力的向外拉，就这样捉开。我们整个腹部，包括我们腰两侧的赘肉，都要捉到。腹部赘肉多的，更需要长期坚持捉。刚开始捉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痛，那么我们的力度可以先放少一点，然后再慢慢的加力。也有一些人可能捉完之后会出现红色、紫色的痂，有出痂的，先等痂退了，然后再继续捉。一般痂排完了就不会出了。
我们就是坚持做带脉循经的地方，把这个地方变得紧致好干。大家认真的去做，每次可以做5到10分钟，时间可以灵活的安排，自己灵活的调整。好，就是这3个动作，脾胃差、湿气重、肚子大、排便困难的朋友们，大家要认真坚持做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祛湿，很多人以为只要夏天才需要祛湿，因为夏天的时候湿气表现特别活跃。其实冬天也一样需要祛湿。湿气重的人总会感觉到困乏无力、无精打采，早上睡不醒，疲惫不堪，大便沾马桶，腹部赘肉多等等。祛湿，很多人的思想都局限在吃食疗的方法上，其实在经络学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祛湿穴位，就是承山穴。今天我就教大家通过疏通经络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祛湿。我们只要坚持疏通承山穴就行。下面我带大家找到承山穴。找承山穴，我们把脚跟提起来，这里小腿肌肉就在小腿肌肉的下缘，就在这里，这里就是承山穴。我们找到穴位后，可以对承山穴进行按揉，就这样稍稍用力压住承山穴，旋转点揉。湿气重的人按摩到这里会感觉到明显的酸胀痛感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把这里揉到不痛，那么你的湿气就会在这个通道上排出去。好，就这样，左右的承山穴各点揉5到10分钟，一天2次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每天坚持刺激承山穴，一天坚持做2次，对排湿气、驱寒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三焦是中医脏上学中一个特有的名词，6腑之一，位于躯体和脏腑之间的空腔，包含胸腔和腹腔，人体其他器官均在其中，是上焦、中焦、下焦的合称。横膈以上内脏器官为上焦，包含心肺；横膈以下至脐内脏器官为中焦，包含脾、胃、肝、胆等内脏；脐以下内脏器官为下焦，包含肾、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。调理三焦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？有的，一个穴位就可以调理三焦，就是三焦经的原穴阳池穴。阳池位于手背，先伸直手掌，向手背方向弯曲，当指长伸肌腱的尺侧缘凹陷处。前对中指、无名指指缝，双穴，左右手各1穴，可以用拇指点揉，保持适度的酸痛感。左右手的阳池穴各点揉5分钟，早晚各做1次。坚持点揉阳池穴可以通利三焦，对腕关节的疼痛和扭伤也有帮助，大家可以试试用。大家好，大肠是人体的传导之官，负责将我们体内的垃圾源源不断的输出体外。保持大肠经通畅，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宿便，减少体内的毒素，肠道就会更健康。保持大肠经的通畅，还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。肺与大肠经相表里，大肠经气血旺盛，精气通畅，就可以及时将体内毒素排出体外，确保肺功能正常。肺又主皮毛，肺好了，人体自然面色光泽滋润，肌肤细腻动人。
好，既然疏通大肠经有如此的好处，那我们如何疏通大肠经呢？疏通大肠经，我们可以采用拍打的手法，沿着大肠经的走向，从手上一直拍打到上臂。我们的大肠经从合谷一直往手臂外侧要往上走，我们就沿着合谷往上拍打。就这样来回的拍打，拍打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感觉到有些地方比较痛或者酸胀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这就说明你此处的大肠经淤堵了，要停下来，着重的点油，把它油通了，油到不痛，那就疏通开了。每次左右的大肠经拍打3到5分钟。如果有便秘、排便不畅的朋友，可以坚持疏通你的大肠经，让你轻松排出宿便，身体更健康。好，本次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老师。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咳嗽的人越来越多了？有些人偶尔咳几下，有些人咳得比较厉害。为什么秋季容易咳嗽呢？因为秋季是燥邪当令的季节，而肺是喜润而恶燥，所以秋燥最容易伤肺而引起咳嗽。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来去燥养肺呢？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组穴位，经常按揉可以为我们宣肺养肺，去秋燥保健康。第一个穴位是鱼际穴，鱼际穴是肺经的营穴，具有清宣肺气、清热利咽的作用，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热咳、干咳，刺激这个穴位效果很好。鱼际穴在第一掌指关节后凹陷处，约当第一掌骨中点桡侧赤白右际处。找到穴位，直接用另外一只手的拇指掐按，一压一松为一次，掐按的力度要稍微大一点，要有种酸胀痛的感觉。每次左右手的鱼际穴各掐按5分钟。第二个穴位尺泽穴，尺泽穴是肺经的合穴，这个穴位擅长胀逆气，不仅能够清泻肺火，还能调畅气机。尺泽穴在肘横纹上，取穴时先握拳，在肘窝、肘横纹上中央处有条粗剑，在剑的外侧凹陷的窝就是尺泽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做旋卷按揉，按揉的力度要稍微大一点，要让力度渗透进去，刺激此处的精气，从而达到止咳胀燥的目的。左右手的尺泽穴每次按揉5到10分钟。好，本次关于秋燥伤肺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头一天晚上睡觉时脖子还是正常的，但睡一觉起来，发现自己颈部疼痛、颈上僵硬、转动不便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落枕，也叫做湿疹。我们手背上有个落枕穴，我们按压它，可以帮助舒缓这个情况。我们一起来找找这个落枕穴。手背第2、第3掌骨之间，用手指朝手腕方向触摸，从骨变窄的手指尽头处起，大约1指宽的距离，这里就是左右手背各一穴。找到穴位，用力按住穴位，然后点揉，保持适度的酸痛感。左右手的落枕穴各点揉5到10分钟。落枕的时候可以用
落枕穴辅助调理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颈椎痛、腰椎痛，痛起来坐立难安，度日如年，稍微弯下腰、低下头就痛得不得了。当颈椎痛、腰椎痛的时候，可以推一推我们的腰椎和颈椎在手上的生理凹陷区来缓解下。颈椎的生理凹陷区，我们可以这样讲。颈椎凹陷区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向上推，推到不动的时候有一个凹陷，上边是连着的，下边是分开的，这个位置就是颈椎的生理凹陷区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就用拇指指腹往上推。推的时候力度要适中，每次推36次，左右手都要推，早晚都可以这样推。腰椎的生理凹陷区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第四、第五掌骨之间向上推，推到推不动的时候有一个凹陷，上边是连着的，下面是分开的，这个位置就是腰椎的生理凹陷区。找到位置，同样用拇指指腹往上推，每次推36下，左右手都要做，早晚各推一次。颈椎、腰椎不好的人，刚开始推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会感觉有点痛，坚持多推几次就慢慢没那么痛了。好，颈椎和腰椎不舒服时，就可以按照以上方法做，颈椎、腰椎养护好了，才能挺直腰背，全身轻松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在十二正经以外，我们身体还有一套平衡系统，就是奇经八脉。奇经八脉对十二正经气血有蓄积和肾灌的调节作用。现在腰不好的人很多，在八脉中有2个穴位对调养腰部有很好的帮助。这2个穴位就是外关和后溪穴。下面带大家讲这2个穴位。外关穴，我们以俯掌的姿势，这个穴位位于人体的前臂背侧，手脖子横纹，上下3指宽，耻骨与桡骨之间以正面内关相对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可以用拇指指腹稍稍用力压住穴位，然后旋卷点揉，就这样点揉5到10分钟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外关穴是手少阳三焦经的重要穴位，三焦经气血在这里胀上外行，有很好的行气血作用。同时，外关为三焦经之络穴，具有解表祛风、活络止痛的作用，对于急性的腰扭有很好的辅助调养帮助。下面我们讲后溪穴。后溪穴在第5指关节后的远侧掌横纹头赤白右际处。我们把手握拳，掌指关节后横纹尽头处就在这里。因为后溪穴比较深，所以点揉的时候要稍微大力一点，用拇指稍稍用力的点揉。每次5到10分钟，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后溪穴是小肠经的腧穴，
又为八脉交汇穴之一，通于督脉。它被誉为是通治颈肩腰椎病的神奇大穴，所以对腰部也有很好的辅助调养作用。好，以上的这2个穴位可以作为腰部疼痛的日常保健穴位，每日点油2到3次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